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究竟是什么？你以为核弹就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了吗？你知道气象武器究竟有多变态吗？自广岛和长崎的2个原子弹爆炸过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地球上威力最大的武器就是原子弹了。但随着氢弹与其他威力更强大的核武器一个一个的被造出来，原子弹在人类的印象里排名似乎有些波动。但归根结底，它们都属于核武器。那么至今为止，地球上真的没有比核武器威力更可怕的武器吗？当然是有的，只不过由于这些武器的毁伤能力极强，一旦使用，很有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出于安全考虑，这类武器一直被禁止研发，多数都处于概念状态。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6种比原子弹更可怕的东西，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下这些变态的武器。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6个，天基动能武器。这是一种可能出现在未来战争中的一种太空武器，天基动能武器也被称为上帝之杖。上帝之杖其实就是一根普通电线杆大小的高密度金属钨棒。钨棒是一种重金属，它的熔点高，热膨胀系数低，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弹头熔点极高。所谓天基动能武器，就是为这种高密度的金属钨棒装上小型助推火箭，然后利用低轨道的卫星当作运载平台，借助小型火箭助推进行自由落体，通过动能撞击对目标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性质就类似于陨石撞地球一样，利用速度对地面进行纯物理攻击。在追向地面时，它的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 1.12 万公里，通过动能撞击所带来的破坏力，堪比一颗小型的核弹，威力足以摧毁地下几百米深的地下掩体。并且这种武器的优势有很多，在太空中它几乎可以对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进行精确打击。由于其速度极高，所以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地面的武器几乎不可能对其进行拦截。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相比核武器而言，这种动能轰击对地球环境的污染极小，因为它并不携带爆炸弹头，所以在完成打击后并不会对地面产生大范围的辐射。这种武器一旦研发成功，它就类似于一种干净版的核武器。不过由于想要成功将这种金属钨棒带上太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所以相比常规的核武器而言，研制这种天基动能武器的费用过于昂贵，外加上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被攻克，所以这种武器至今为止仍是一种概念武器。而第5个，温压武器。温压武器也叫温压弹，这种武器并不携带辐射，它属于常规武器，但却具有超常规武器的杀伤威力和毁伤效果。温压弹的内部采用的是温压炸药，它主要是利用周围空气中的氧气产生高温爆炸的一种炸弹。空气炸药的温度和压力效应可以提高温压弹的爆炸威力。这种炸弹在爆炸时会向外产生一种杀伤力极强的高压冲击波，这种冲击波会导致人体的神经以及血液组织发生化学异变，一旦遭到这种冲击波的攻击，基本上是必死无疑。但即便侥幸躲过了这种致命的冲击波，也会迎来温压弹爆炸后的第2轮损伤，那就是高温。除了冲击波，温压弹在爆炸时还会在瞬间释放大量的热量，并且会在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温度高达2500度的高温高压炽热火球。但是这个大火球的威力就足以瞬间蒸发和燃烧掉大量物质。除此之外，温压弹在爆炸的过程中，它还会将周围的氧气燃烧殆尽，给爆炸范围内形成一个缺氧的区域。这时候即便是没有被火烧死，也会因为缺少氧气窒息而亡。此时就算你有很好的憋气本领，也无济于事，因为就算没有被缺氧的环境憋死，也会因为氧气瞬间消失而带来的超强高压造成内脏破裂，杀伤效果非常恐怖。毫不夸张地说，在温压弹的爆炸区域内几乎不会有任何活物幸存，它的毁伤效果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比核武器更加可怕。由于温压弹在封闭空间内使用的杀伤效果更加显著，特别是对付一些藏在地下洞穴内的敌人，这种武器仅需投放在一些地下工事的入口处，但是爆炸瞬间所产生的高压冲击波就足以对洞穴内部的人员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温压弹的破坏力巨大，并且成本又不高，所以这种恐怖的武器也被称为亚核武器。但是一颗重达6吨的温压弹就足以将方圆600米以内的一切生物燃烧成灰烬，非常可怕。第4个，气象武器。人工降雨这个字眼，相信很多领导都非常熟悉。人为的干预天气，貌似并不是一件特别稀奇的事情。但除了人工降雨，你听说过人造地震吗？你可能很难相信，以目前的科技手段，人类不仅可以控制降雨，就连地震、海啸、冰雹、山洪以及干旱、雷电，甚至龙卷风等等极端天气都可以人为制造。其实早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人工造物掩护部队渡河的技术就已经被使用了。1966年，美国就曾利用人工降雨的手段，对老挝实施了长达7年的人工降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当地的交通，给敌人的物资运输和人员调动造成困难。这次过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气象武器就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军事目的。气象武器也被称为气象战，主要就是通过人为的手段给敌人制造气象灾难。它的制造过程主要就是通过控制平流层气流以及气压来产生对气候的影响，
人工降雨可以往积雨云中发射含有酸性的物质，使得雨水呈酸性，用来腐蚀地方的物资以及装备。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人工增雨形成暴雨，给敌人带来洪水泛滥，伤人毁物。再有就是人造地震，地震的形成是由于地壳运动所产生的震动所导致的，而以现代人类的科技手段是完全可以人为的干预地壳运动的，比如在地下利用爆破的手段，使得地壳发生变化，从而诱发地震的发生。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气象武器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它的杀伤性实际上比核武器还要恐怖。要知道，这种武器主要就是通过向外释放较少的能量，激发自然界气象变化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类似于蝴蝶效应的超强能量释放，其毁伤能力和破坏程度要比其他的杀伤性武器大得多。再有就是一旦使用气象武器，由于人为干预自然环境，会对地球的生态带来连锁性的自然灾害，这种灾害可能会波及到全球，从而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所以为了避免影响到生态环境，这种气象武器在很多地方也遭到了抵制。第三个，基因武器，这是一种极其恶毒的 DNA 武器。所谓基因武器，主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出的一种生物战剂。这种生物战剂可以对某种特定人群的基因进行基因重组，比如在一些致病细菌或者病毒中接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物的基因，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接入可以致病的基因，从而导致特定人群产生致病作用。简单点说，也就是这种生物战剂可以只对拥有某些基因或者特征的人有效，比如只针对拥有红色头发的人群，或只杀死身高较矮的人群，又或者其他拥有蓝色眼睛或黑色眼睛的人群。敌我的分辨能力很强，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武器可以达到灭绝种族的效果。这种武器其实与生物武器一样，都是通过携带毒素的生物战剂攻击人体，从而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基因武器的使用具有很高的技术难度，在研制这种武器之前，需要先对目标生物的基因信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制造出特定的生物战剂。也就是说，想要研制出这种基因武器，必须要得到目标人群的生物样本。正是因此，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类生物样本资料都被禁止出口，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种族不受基因武器的威胁。这种武器的投放方式多种多样，它可以利用飞机将带有致病基因的微生物从空中投下，也可以利用人工悄悄地投入河流、城市以及一些人群较多的地方，让病毒自然扩散繁殖。在战术上，这种武器的隐蔽性极强，通常在投放时都是秘密进行的，让人防不胜防，非常危险。由于这种武器可能对种群结构和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国际上，这类武器一直被禁止研发、制造和储存。第二个，反物质武器。这是一种拥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它的威力要比核武器大得多得多。仅需1克反物质就可以向外产生约180万亿焦耳的能量，这相当于4.3万吨的TNT炸药。爆炸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投在广岛原子弹的3倍，10克反物质的威力就相当于30颗原子弹的威力。那么问题来了，反物质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反物质就是正常物质的反状态，当正反物质相遇时，双方就会相互湮灭抵消，而在抵消的时候，正反物质会将将近100%的质量转化成能量向外释放，从而发生爆炸，形成高能的伽马射线。这种能量的威力听起来可能并没有多恐怖，但是一对比你就知道它有多可怕了。要知道，利用核聚变反应的氢弹仅有7%到10%的智能转换，而这种反物质的智能转换率则高达100%。显而易见，这种反物质武器的威力绝对足够巨大。这种武器一旦被研制出来并且爆炸，极有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不过不用害怕，因为这种武器几乎很难被研制出来，现在只存在于假想中。主要原因就是技术问题，因为想要制造出这种反物质，需要昂贵且庞大的粒子加速器，并且需要投入相当于一座大城市的总用电量的能量，才能制造出极少数的反物质。估计每0.1微克的反物质就需要耗费大约60亿美元，即便是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也需要大约40亿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1克反物质。到时候即便是生产出来了，这种物质也极难保存，因为反物质会和普通的物质相湮灭，几乎很难找到可以储存这种物质的容器。所以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人类可能还无法研制出这种可怕的武器。好，第一个，古弹。古弹其实也属于核武器，只不过它的威力与破坏力要远胜于常规的核武器。至今为止，古弹与以上的那些武器一样，也是一种只存在于假想中的武器。但是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类完全有能力将这种古弹制造出来。但是由于古弹的威力与破坏力足以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人类轻易是不敢制造出这种能够毁灭世界的武器的。古弹其实就是在第3代核武器中子弹的外边包裹上一层钴酒，从而增强更大的威力以及辐射的一种低当量小型氢弹。我们都知道，氢弹是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外面包裹上一层热核材料，由裂变反应放出热量，导致聚变反应，从而释放出更多的能量。而3相弹则是在氢弹的外边再包裹上一层贫铀材料，让其裂变聚变再裂变，从而再次突破爆炸的威力。
而这种骨弹就是在中子弹的外边包裹上钴酒这种材料，形成一种杀伤效果极大的核武器。实际上它仍属于核武器，只不过威力要远超绝大多数的核武器。这种钴酒本身并没有放射性，但是当中子弹爆炸时发出的中子打在这种钴酒身上，就会将钴酒转化成放射性同位素钴60，然后以尘埃的形式落回到地面，从而对地球形成污染。钴60是一种高能伽马射线源，它具有长期的放射性危害，辐射极强。仅仅3克的钴60所产生的辐射就需要半吨铅才能将其屏蔽，而制造一颗钴弹通常需要数以吨计的钴。由此可见，它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要比3相弹还要严重得多，并且这种元素的半衰期长达5.27年，一旦释放到地球表面，它所带来的辐射将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不会消散。除此之外，这种钴60在衰变成为镍60时，还会向外释放高度穿透力的伽马射线，这种射线能够破坏生物的 DNA， 对细胞有很大的杀伤力。人体一旦被这种射线照到，就会导致体内细胞组织遭到破坏，从而死亡。当这种钴弹在平流层被引爆时，它所产生的伽马射线会弥漫到整个地球大气层，从而照射在所有暴露在地面的生物身上，对其产生非常致命的损伤。毫不夸张地说，它几乎可以杀死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生命，从而使地球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星球，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头点个赞，谢谢。生化武器究竟有多恐怖？你见过比核弹还要可怕的武器吗？你知道被白磷弹活活烧死的感觉有多恐怖吗？一直以来，世界各地的人类几乎从未停止过对战争类武器的研发。从几百年前的冷兵器时代，一直发展到如今的核武器时代，人类曾研制出无数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攻击性武器。然而，由于其中有一些武器的攻击方式极度残忍和不人道，所以这类武器在全世界一度遭到了很多国家的抵制，被列为禁用武器。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10种禁用武器，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残忍至极的杀人利器。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达姆弹。这是一种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子弹，它是19世纪末期由英国制造出来的一种膨胀子弹。达姆弹也叫开花弹，这种子弹在进入人体后会迅速扩张，从而增加弹头的直径和表面积，使伤口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洞，给伤者造成非常致命的损伤。这类子弹通常由3种弹头组成，分别为软头弹头、中空弹头以及爆炸弹头。这几类弹头进入人体后，都会从不同程度上使伤口扩张变形，所造成的创伤面积是弹丸截面积的上百倍。也就是说，这种子弹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在我们的体内炸裂，从而将我们的内脏炸烂。这种子弹只要接触到头部，几乎100%会致命，即便是打到我们的四肢，死亡率也会高达20%，剩下的80%则会面临截肢以及永久性残疾。如果打到心脏附近，基本上是必死无疑。不过这种子弹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基本上不具备穿透能力，通常普通的防弹衣就可以很有效地将其阻挡住。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达姆弹在发生撞击时会向外膨胀，一旦膨胀就会降低子弹的速度，从而可以将更多的动能转移到目标上，形成更大的伤口通道。总之，这种子弹的杀伤力要远超常规的弹头。由于其极高的致死率和对人体造成的痛苦比较巨大，所以在国际上，这种子弹一度被评为一种十分不人道的武器，非常残忍。第9个，激光致盲武器。激光武器貌似是一种只在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武器，但实际上在现实世界里它是真实存在的。激光致盲武器是激光武器的一种，这种武器能够向外发射高能激光束，这种激光束一旦照射到我们的眼睛部位，就会烧伤我们的视网膜，从而给我们造成短暂甚至永久性的失明。要知道，眼睛是人体对激光最敏感的部位，也是最容易受光辐射的脆弱部位。眼睛吸收光的能力极强，并且能够迅速将光能转换成热能。当这些激光武器照射到我们的眼睛部位时，所产生的高温足以灼伤我们的眼睛。在战场上，一些驾驶员或者观察员被这种激光武器照射后，眼睛就会发生短暂或者永久性失明，从而丧失战斗力。虽然这种武器并不足以致命，但是它有足够的能力将一名战士变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盲人。不仅如此，除了眼睛部位，这种武器还可以对面部、皮肤甚至内脏造成损伤，并且这种损伤通常都是不可逆的，非常可怕。好，第8个，集束炸弹。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它可以将一个大范围的地区变成一个没有任何防御措施的战场。集束炸弹是由上百颗小型炸弹组合在一起合成的一种空用炸弹。这种炸弹的内部装有很多种不同杀伤种类的炸弹，其中包括反装甲弹、燃烧弹、反跑道炸弹以及破片弹等等。这类炸弹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集束炸弹。集束炸弹的覆盖范围很广，仅需1颗就可以覆盖大约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这种炸弹被空投之后就会在空中分解，它内部所装载的上百颗小型
型炸弹就会散布开，对地面造成区域性杀伤，毁伤能力极强。但是唯一一个弊端就是当这些子炸弹散布到周围后，通常有30%的子炸弹不能正常爆炸，特别是当这些炸弹落到一些松软的地面时，由于炸弹与地面的撞击力度不够，就会导致无法触动引爆装置，从而变成哑弹。在越战期间，美国就曾往老挝投下超过2.5亿枚集束炸弹，其中有多达8000万枚未能正常爆炸，而这些没能正常爆炸的哑弹，等到战争结束，对于平民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截止到2009年，仅在越南的一个省就有大约7000多人死于这些未能爆炸的哑弹。除了越南，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也有上万枚子炸弹没有爆炸，它的杀伤力与一个反步兵地雷差不多，一旦被引爆，足以炸到我们粉身碎骨。正是由于以上的那些因素，使得这种集束炸弹在世界各地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抵制。而第7个，凝固汽油弹。这是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武器之一。凝固汽油弹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武器，它的内部采用的是汽油和其他化学品制成的胶状物。这种炸弹在爆炸时会携带一种粘稠的凝固汽油，这种物质会随着爆炸的冲击力四处飞溅，一旦被这些物质沾到我们的身上，它就像猪油膏一样，会牢牢地粘附在我们的衣服以及皮肤上进行燃烧，并且这种凝固汽油的粘稠度还很强，一旦沾到身上就很难将其甩掉，用手拍都拍不掉，即便是躺在地上滚动也无济于事，并且还会越滚火越大。对于被凝固汽油弹伤到的受害者来说，此时此刻如果能快速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无疑是一种最大的解脱。因为被这种凝固汽油弹沾到身上活活烧死的滋味是非常痛苦的。不仅如此，即便是侥幸没被烧死，也会中毒身亡。因为这种凝固汽油中含有很多化学助燃剂，一旦皮肤被烧伤，就会残留大量的剧毒化学物质，这些毒素会随着创口进入血液，从而对人体造成极大的损伤，非常残忍。第6个，地雷。地雷相信各位领导都非常了解，这是一种造价低廉的防御性武器，主要用途就是为了给对方造成障碍，限制对方的行动。在以往的各大战役中，地雷一直被广泛运用，并且效果显著。但是由于在战争过后，地面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没有爆炸的地雷，长期以来经常会误伤无辜的平民百姓。据估计，这些残留的地雷所杀死的平民，甚至比在战争中杀死的步兵还要多。但是在柬埔寨，战争过后就有超过35000多人被遗留下来的地雷炸断腿而被迫截肢。除此之外，战后的排雷工作也非常麻烦，清除地面的地雷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员，在此期间也就导致埋有地雷的土地长时间被搁置，无法使用，从而大大的影响了当地平民的生计。至今为止，但是在伊拉克仍有多达2500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需要清除。要知道，在清除期间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更可怕的是，在清除期间会有无数的排雷工作者会被这些遗留下来的地雷炸死。因此，出于以上的各种原因，人们认为地雷这种武器是一种滥杀无辜的武器，不符合人道主义。主要原因就是它对平民的伤害要高于士兵，因此地雷在很多地方也遭到了禁用。第5个，贫油弹。这是一种由贫化油制成的一种穿甲弹，主要被用来击穿坦克以及一些装甲车辆。由于其成分多数都是由核废料制成，所以这种贫油弹实际上是一种极具放射性物质的一种脏弹。这种炮弹采用的是高硬度的贫铀合金制成，这种材料具有高硬度、高比重和高熔点。用这种材料制成的炮弹穿甲能力极强，它在击中坦克后，由于撞击所产生的高温，可以在坦克内部引发铀燃烧，进而产生高达3000摄氏度的高温，从而对坦克内部的人员造成致命的伤害。不仅如此，此时由于贫铀弹身上所携带的铀在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粉尘，这种物质会散布在河流、土地以及空气中，人体一旦吸入这种物质，就会对身体造成放射性污染。要知道，贫铀的主要成分是铀238，它与铅一样都属于重金属。经过燃烧后的贫铀会形成淡黄色的烟雾状尘埃，这些尘埃的放射性极强，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引发癌症以及白血病的发病率。除此之外，甚至还会引起孕妇流产和新生儿畸形，并且这种放射性物质会持续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不会消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极强。而第4个，白磷弹。这是一种让人闻风丧胆的燃烧弹，它所造成的损伤要比凝固汽油弹更加恐怖。这种炸弹主要由白磷组成，白磷是一种燃点极低的物质，一旦接触到氧气，这种物质就会自燃，而白磷弹的内部就装满了这种易燃物质，它的危害性极大，一旦碰到物体后就会不断的燃烧，直到熄灭。当这种白磷弹接触到我们的身体后，就会牢牢的粘到我们的皮肤上，并且穿透我们的皮肤，一直烧到我们的骨头，非常可怕。它在燃烧时的温度最高可达2500度，这足以将人体烧得连骨头都不剩。最可怕的是，一旦被这种白磷沾到皮肤或者衣服上，通常很难将其扑灭，但即便是扑灭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组织里的白磷，再次遇到氧气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重新燃烧，非常可怕。第3个，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也被称为细菌武器，这种武器主要是由携带细菌和很多病原体的生物战剂组成。生物战剂是一种能在人体或者动植物体内迅速繁殖并引起大规模疾病的微生物。这种致病微生物一旦进入人体，便会大量的繁殖，从而导致我们的机体功能被破坏，出现生病或者死亡。生物武器的种类有很多，除了细菌以外，还有从毒蛇、昆虫、蜘蛛以及一些剧毒植物身上提取的致命毒素，也可以被用来制作生物武器。这一类的武器通常都具备很强的传染性，它可以通过空气、飞沫、水源散布到各种动植物的体内。曾经在地球上肆虐的，比如天花病毒、流感病毒、鼠疫杆菌以及霍乱等等传染性疾病，都归属于传染性生物战剂。也就是说，这些致命的瘟疫是可以人为造成的。生物武器最惨无人道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覆盖范围比较广泛，通常杀伤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这就会导致很多无辜的平民也会受到感染。每当这种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总会波及到很多无辜的生命，给人类带来的恐怖性灾难非常可怕。好，第二个，化学武器。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不同，生物武器主要是通过细菌感染人体，使人体发生病变致死，而化学武器则是通过爆炸的方式向外释放携带剧毒的化学品制成的化学战剂，使人体中毒、窒息或者导致全身溃烂致死的一种恐怖武器。最具代表性的化学武器就是芥子气。芥子气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它的味道就类似于芥末一样。这种化学毒剂一旦接触到人体，就会导致皮肤溃烂而死，特别是我们的皮肤。芥子气主要就是通过皮肤和呼吸道进入人体，一旦中毒，它可以直接对我们的身体机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更可怕的是，这种化学毒剂至今为止仍没有特效抗毒药物，也就是说，一旦中毒，死亡率会极高。在全世界，芥子气至今为止仍是储存量以及使用量最多的一种化学武器。死在这种芥子气下的生命是已知化学战伤亡人数的80%以上，因此这种芥子气被称为毒剂之王，非常危险。第一个，核武器。毫无疑问，核武器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杀伤性最强的武器，没有之一。这类武器在爆炸的瞬间可以向外释放巨大的能量，它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是其他常规性武器所无法比拟的。要知道，仅需一颗核武器就足以将一座城市夷为平地。这类武器在爆炸的瞬间会向外产生一种威力极大的高压冲击波，这种冲击波会以每小时上百公里的速度向四周扩散，它的威力足以摧毁人类的绝大多数建筑物。最可怕的是，核爆过后，核武器所产生的辐射会持续很长时间，短则10几年，长则可能上百年而不会消散。这种辐射我们用肉眼其实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的，但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能长时间的对人体产生极大的损害。不仅如此，这种辐射还会污染到水源、土地以及植物。核爆过后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会严重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是谁吗？你见过体长超过10米的大蟒蛇吗？在我们的印象里，爬行类动物貌似都是一种单是听起来就觉得非常可怕的生物。的确，因为在很久之前，曾经统治地球长达1亿多年的恐龙就是一种爬行动物。现如今恐龙灭绝后，地球上现存的爬行动物其实依旧非常可怕。由于体型较大的多数都是鳄鱼，所以本期视频黑土找出了多种不同种类爬行动物中的最佳者，也就是包含蛇类、蜥蜴类以及龟类等等不同种类的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科莫多巨蜥。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这种蜥蜴的平均体长都在2到3米，最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它们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炎热干燥的地方。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科莫多巨蜥是顶级掠食者，这个大家伙几乎可以捕食它所在栖息地内的任何动物，像些野猪、猴子、蛇，甚至是自己的同类，它们都会捕杀，当然也包括人类。它是一种不挑食的食肉蜥蜴，无论是新鲜的猎物还是腐烂的动物尸体，对于科莫多巨蜥来说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嗜好，就是喜欢挖掘人类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吃到地下埋葬的尸体。科莫多巨蜥长有坚硬的爪子，它们具备挖开泥土的能力。当食物匮乏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寻找动物尸体吃。在这期间，如果一些人类的坟墓被它发现，它们有时候也会挖开泥土将其吃掉，即便是腐烂的肉，它也可以接受，非常可怕。对了，再有就是这种巨型蜥蜴还是一种携带剧毒的物种，它们的口腔里布满了很多致命的细菌，在野外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它咬到，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第9个，网纹蟒。它是世界上现存体长最长的一种蟒蛇，也是世界上绞杀力最强的蛇。
网纹蟒也叫霸王蟒，这种大蟒蛇多数都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各种环境下，比如热带雨林、草原，甚至一些河流、湖泊里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这种大蟒蛇体型巨大，体长最长可达12米以上，体重可达300斤以上。之前一些老人经常说的会吃人的大蟒蛇，可能多数就是这种网纹蟒，因为这个大家伙完全具备将一个成年人类吃掉的能力。在印度尼西亚，大蟒蛇吃人的事件曾发生过很多起，其中这种网纹蟒就是为数不多的一种会吃人的蟒蛇。另外，网纹蟒虽然体型巨大，但并不携带毒素，它是一种无毒蟒蛇。在捕杀猎物时，它们会将猎物缠绕起来，通过收缩产生极大的压力，将猎物绞杀致死，然后再将其整个吞下，非常可怕。好，第8个，绿水蟒。绿水蟒其实就是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森蚺，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这种蛇的体长可达8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400斤以上。森蚺的长度虽然没有东南亚的网纹蟒长，但是体型要比网纹蟒粗得多。它与其他的蟒蛇一样，也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无毒蛇。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在这里它是顶级掠食者。另外，森蚺是一种吸水的蛇类，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度过，在水里它几乎可以猎杀绝大多数的动物，包括与它一同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黑凯门鳄。不仅如此，即便是登上陆地进入森林，也没有几个动物是这种森蚺的对手。即便是咬合力最强的猫科动物美洲豹，有时候也会遭到大型森蚺的捕杀。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亚马逊河里还是亚马逊雨林里，这种森蚺都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除了人类，它们没有天敌。第7个，康托尔巨鳖，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淡水鳖。康托尔巨鳖在我们国家称之为螈，螈是鳖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最长接近2米，体重可达200斤以上。这种大老鳖主要都分布在亚洲，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地区都有分布。它们主要都活动在内陆地区，通常都喜欢栖息在一些流动缓慢的淡水河以及一些湖泊中。这个物种是一种伏击捕食者，性情也异常凶猛。它与绝大多数的甲鱼一样，一旦咬住我们的手指，轻易不会松口，非常可怕。它是肉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软体动物和鱼类为食，它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潜伏在水下，很少会露面，因此想要亲眼见到它们的几率极小。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它们的数量。由于鳖这种动物在很久之前就一直被当作一种食材或者药材，所以长期以来它们遭到了人类大肆的捕杀。如今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外加上一些河流和湖泊遭到污染和破坏，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几乎濒临灭绝。在我们国家，这种大型老鳖属于1级保护动物，非常罕见。第6个，北美鳄龟。北美鳄龟是鳄龟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淡水龟，同样它也是北美地区体型最大的淡水龟。成年的北美鳄龟的龟壳长度可达8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400斤。这种龟主要都分布在美国东南部的淡水中，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龟类。之所以被称为鳄龟，是因为它的下颚力量极大，并且龟壳表面看上去与鳄鱼的皮肤比较接近，而且这个家伙几乎是一种完全肉食性的龟类。在野外，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可以抓到的猎物。你知道吗？这个家伙的咬合力甚至比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野兽还要高。鳄龟的攻击速度极快，它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800斤以上，这种力量一口下去足以咬断我们的手指。在野外，像一些水禽、蛇类和其他的一些小型动物，有时候甚至是小型鳄鱼，北美鳄龟都有能力将其捕杀。在捕杀猎物时，它们往往会利用自己的舌头去吸引鱼类和其他动物。由于北美鳄龟的舌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粉红色的小虫子一样，并且它还可以让自己的舌头模仿蠕虫的动作去吸引其他的鱼类靠近，整个舌头就类似于一个鱼饵一样。等猎物一靠近，它们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对猎物发起攻击，通常一口下去就足以切断一些小型鱼类的身体，非常凶猛。第5个，加拉帕戈斯陆龟。它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龟。这种巨型龟原产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它的龟壳长度最长可达1.87米，体重最大可达800斤以上，寿命估计可达200年。这种陆龟仅分布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们共有14种不同的亚种，分别都分布在14个岛屿上。由于不同岛屿上的生态环境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同亚种的加拉帕戈斯陆龟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大型陆龟是草食性动物，在野外它们的主要食物都是以仙人掌、苔藓、树叶和一些浆果为食。由于这些植物中富含大量的水分，因此加拉帕戈斯陆龟即便长时间不喝水仍能够存活。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它们仍能坚持存活长达18个月的时间，抗饥饿能力很强。
在人类没有踏上这片岛屿时，这里曾生活着超过约25万只巨型陆龟。后来由于一些海盗和捕鲸者经常来这里捕捉这种陆龟，目的是为了当做食物食用。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海盗甚至直接将加拉帕戈斯群岛当作补给基地，对岛上的陆龟进行大批量的捕杀。到了1995年，这里只剩下大约15000只。由于人类的侵入，至少3个岛屿上的陆龟已经逐渐的灭绝。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巨型龟数量在急剧减少后，反过来又对它们进行圈养繁殖以及各种保护。如今它们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约19000只。第4个，蜥龟。蜥龟也叫红海龟，这是一种生活在世界各地海洋中的一种海龟。红海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900斤以上。不过一般情况下，成年的红海龟的体重也就在300多斤左右，超过900斤的比较少见。这种海龟的外壳通常都为红棕色，它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在世界上所有的硬壳龟中，这种红海龟的体型是最大的。另外，这种红海龟的头部较大，它的下颚力量很强，一口下去就可以轻易的将海螺这种硬壳动物的外壳咬碎。这个家伙的寿命也很长，它们需要3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性成熟。在野生环境下，它们寿命可达70岁以上，甚至更久。不仅如此，你知道吗？在它们的龟壳上还生活着多达100多种小型动植物群落。它的龟壳对于这些小型生物来说，就像是一块漂浮的陆地。第3个，棱皮龟。这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海龟——棱皮龟。棱皮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主要都分布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域的中上层。它与其他海龟不同，棱皮龟的龟壳没有骨质甲壳，龟壳不够坚硬，它的龟壳就类似于一种厚实坚韧的皮革一样，比较柔软。但即便是这样，它仍能够下潜到深达1200多米的水下寻找食物。要知道，在这种深度下的水压是非常可怕的。在水中，棱皮龟主要靠捕食水母为食，并且它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以水母为主。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伙的外表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嘴巴内部却非常吓人。棱皮龟的嘴里没有牙齿，但是在食道内侧却长满了很多角质皮刺，密密麻麻的，看上去非常可怕。它就是依靠这些角质皮刺将食物磨碎，然后再送到自己的胃里消化掉。在寻找食物时，它们最怕遇到的就是人类丢在海洋里的塑料垃圾，特别是塑料袋，因为一些白色的透明塑料袋在水中看上去与水母很像，外加上棱皮龟的视力又不好，所以它们很容易就会将塑料袋当作水母食用。一旦误食这种塑料袋，就会给棱皮龟的肠道造成堵塞，从而无法继续进食，最终只能等死。这些塑料垃圾在为人类带来方便的时候，同时也在为其他生物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野外，希望各位领导一定要爱护地区的生态环境，不要乱丢垃圾，可能我们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无意间杀死一个生命。好，第2个，尼罗鳄。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第2大爬行动物，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淡水捕食者。你知道吗？尼罗鳄与我们国家的扬子鳄可大不相同。在非洲大陆，尼罗鳄是少数的一种将人类视为食物的动物。在他们的眼里，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在自己的食谱之内。据统计，尼罗鳄每年的咬人次数高达700多次，其中高达60%都是致命的。相比之下，它几乎是非洲大陆袭击人类致死最多的一种野生动物。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草原之王狮子，每年对人类造成的致命袭击才占尼罗鳄的1/8。显而易见，尼罗鳄要比狮子可怕得多。要知道，一头成年的尼罗鳄的体长最长可达6米以上，体重更是高达1吨。它们的嘴里长满了坚硬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向外施加高达2吨的咬合力。这种力量足以切断大多数动物的身体，人类更是不在话下。仅需一口，它就可以将我们的身体截成2段，非常可怕。在非洲，它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顶级掠食者，它几乎可以捕杀范围内的大部分动物。对了，尼罗鳄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现象，就是虽然它的咬合力足够强悍，但是它这个大嘴巴的张力却略显不足。由于控制嘴巴张开的肌肉比较虚弱，所以只要捏住它的嘴巴，它就很难张开。即便是成年的尼罗鳄，只要用胶带将它们的嘴巴缠住，一般情况下它就很难再张开。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要想着去捏它的嘴巴，因为只要我们的手一滑，整条胳膊可能就没有了，非常危险。好，第1个，湾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品种，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也叫咸水鳄，它是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大型鳄鱼。所谓咸水，也就是海水。没错，大海里也是有鳄鱼的，并且还是相当凶猛的大型鳄鱼。一头成年雄性湾鳄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
什么概念？体长7米，几乎相当于一辆小型集装箱货车的长度，非常巨大。它与其他鳄鱼一样，也归属于恐龙家族。从2亿多年前诞生至今，它们的外表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湾鳄的性情非常凶猛，它们极具领地意识。如果一个不小心闯入到湾鳄的地盘，下场是非常惨的。在2战期间，就曾有约1000多名日本兵在撤退期间不小心闯入到了湾鳄的地盘。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并且外围都被英国士兵所包围，所以迫使这1000多名日本兵不得不在沼泽地中过夜。而他们所身处的沼泽地，正是成千上万只湾鳄的栖息地。仅仅过了1个晚上的时间，这1000多名日本兵就被湾鳄吃得所剩无几。到了第2天早上，只有20几个日本兵活了下来，并且精神都已经失常，场面非常残忍。由此可见，湾鳄这种爬行动物绝对足够恐怖。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